运球就看 Uncle Joe， 战术就学 Coach 陆。大家好，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。狂丢131分，东契奇被追着打，湖人这就凉了。湖人中锋引爆内线，海斯中途伤退，篮首秀低迷，湖人6连胜终结。在东契奇首秀的主场对决中，湖人以19分的优势轻松战胜爵士。爵士心有不甘，似乎成了东契奇闪的背景板。那场比赛无疑给无数湖人球迷带来了巨大振奋，众人心中暗赞：如今的湖人队实力真不容小觑。试想一番，当你与东契奇在场上斗智斗勇后，又挺过了小李的猛烈爆发，队伍依然屹立不倒，却猛然发现前方站着的是状态满格的詹姆斯。这样的场景，即便是幻想，也足以令人信服。东契奇与詹姆斯的联手，甚至被誉为联盟顶尖的双人搭档。可能人们现在理想中的3x戟应该一人一节主导比赛。东契奇首节上演魔幻表现，小李第2节翩翩起舞，老詹第3节如断头台般强势，第4节则早早奠定胜局，连布朗尼都能有机会上场历练，一切看似完美无瑕。然而，当梦想照进现实，仅有第4节的剧情按预期上演。只是这次布朗尼确实上台磨练了，但局势反转，花开花落，却是湖人这边遭遇了尴尬。本场湖人客场准备迎接爵士报复，刚上来就火药味十足，海斯隔扣凯斯勒打进湖人第1球。爵士针对东契奇的防守不断突破分球，创造机会，对方手感滚烫，东契奇试了几次出手未果，干脆改成组织模式，连送妙传助攻队友，鬼魅的脚步与身法还是熟悉的味道。可以看到这一球，东契奇顶着爵士几人带球进攻，给对手一种要突破的假象。在东契奇没有观察后方队友站位的情况下，背身勾手精准传球，助攻队友拿下3分。当3分已经入筐，晃的对手还在原地发呆。上场打爵士妙传詹姆斯的场面现在还历历在目，本场给小李这个背传堪称脑后长眼的典范。可是也不能只看优点，东契奇在控制失误和抱怨方面仍不好，甚至出现了被抢断后居然无人回防。东子跟老詹同时摊手抱怨裁判名场面。前半节手感不佳，4投仅1中，还出现了2罚不中。话音未落，东契奇飙进3分，对着马尔卡尼摇头晃脑。莱恩和克内克特第1节替补登场，在芬尼史密斯和文森特均缺席的情况下，湖人本场的防守显得颇为松散。首节战罢，爵士以33比30取得3分领先，其中内线得分上以14比8占优，篮板球方面则是12比10领先。马尔卡宁凭借不断的篮下冲击，首节便贡献了14分3篮板。而湖人队的莱恩尽管身高体重占优，但在脚步移动上显得较为迟缓。进入第2节，东契奇下场休息，由詹姆斯和里弗斯带队应战。两队在进攻端频频打铁，里弗斯更是频繁在外线尝试，但前6次出手全部偏出，其中5次为3分球。半节过后，爵士仍以40比39保持1分领先。不幸的是，海斯因面部挫伤提前离场，这无疑让湖人本已告急的内线雪上加霜。随后，爵士打出一波12比3的攻击波，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位数。东契奇在此期间独得6分，而詹姆斯也连续命中2记3分球予以回应。然而，湖人队始终无法有效限制爵士的得分。上半场结束时，爵士以64比56领先8分，分差在一次次的失误中被逐渐拉大，湖人的防线被彻底击溃。随着浓眉的交易离队以及海斯的伤停，湖人队的内线问题愈发严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东契奇在防守端表现得相当积极，但过于积极也导致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犯规次数。在短短8分钟内吃到5次犯规，使得他在追分阶段只能作弊上关。失误成为了湖人自掘陷阱的致命伤。或许是因为全明星赛前的最后一场战役，全队上下都显得有些松懈。这种松懈不仅仅体现在防守端，对手屡次轻松突破湖人的外围防线，并获得了大量的空位3分机会。特别是在传球和接应的配合上，湖人队的失误频频，给对手送上了太多轻松得分的机会。克拉克森针对东契奇和莱恩的横速移动不足，不断发起攻击，这2位球员在防守端显得力不从心。场上局势瞬间逆转，爵士打出一波17比2的高潮，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。而对手仅仅是西部排名倒数第2的球队。东契奇在第3节仅仅打了8分钟，就因犯规问题被吹了5次犯规。
3节过后，爵士以104比86领先了18分。本节最后7分半钟，湖人已经落后22分钟，于是换上了纯替补阵容。布朗尼上场后连得6分，引发了爵士主场球迷的欢呼。最终比赛全场结束，爵士以131比119大胜湖人，终结了湖人的6连胜。湖人队提前缴械投降。东契奇本场得到16分，但失误高达5次，表现明显下滑。湖人队刚刚崭露头角的气势似乎又要凉凉了。接下来，老詹和东契奇将分属不同阵营，从曾经的队友变成全明星赛上的对手，针锋相对。希望全明星赛归来后，湖人队能够加速磨合。毕竟全明星赛结束后，季后赛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。本场比赛中，湖人队新引进的中锋莱恩迎来了他的首秀，但表现却不尽如人意。连续2场对阵爵士，湖人队的表现判若两队。东契奇交易后一直被外界担忧的内线问题，在这场比赛中被彻底暴露。禁区得分上，湖人以36比54落后了18分。莱恩全场出战了22分钟，但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未能有所建树。直到比赛进入最后的垃圾时间，他才稍微刷了一些数据。全场比赛中，他5次出手仅命中2球，得到4分、7个篮板和2次助攻，在场上的正负值为-9。面对马尔卡宁的严扣，莱恩未能给湖人队带来惊喜，反而暴露出了不少问题。莱恩是湖人队从买断市场中淘来的球员，湖人总经理佩林卡经常被球迷戏称为买断市场的神，这主要源于他过去2年的2个特点。一是他始终紧握首轮选秀权，不愿轻易进行交易，即便詹美组合都认为需要补强阵容，佩林卡也总是强调买断市场将是他们补强的一个重要途径。二是他总能在买断市场中慧眼识珠，找到球队急需的球员，并在与其他球队的竞争中占据上风。比如上赛季他就成功在买断市场签下了丁威迪，这次签下莱恩，佩林卡再次展现了他的眼光，成功截胡了步行者。莱恩原本被国王交易到奇才，随后被奇才裁掉。最初有报道称莱恩将会与步行者签约，但由于马克威廉姆斯未能通过湖人的体检，导致相关交易告吹。此时湖人急需一名替补中锋，莱恩便当即拒绝了步行者的邀请。在湖人队裁掉因伤一直未能出场的伍德后，双方迅速达成了签约协议。莱恩或许未曾预料到，他刚与湖人签约便迅速获得了上场机会，并且一口气打了22分钟。这比他本赛季在国王队单场出场时间最长的比赛还要多。这既反映了湖人队对中锋位置的迫切需求，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莱恩能尽快融入球队、发挥作用的急切心情。即便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也在所不惜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出于无奈之举。由于海斯在上半场不幸脸部受伤，莱恩因此得以在下半场首发出战。在这宝贵的22分钟里，莱恩与东契奇、詹姆斯以及里弗斯等核心球员都有过搭档的机会。但遗憾的是，他未能把握住这些机会。那么，莱恩的表现不佳，是因为他本身实力不济，还是他与湖人的战术体系不太契合呢？莱恩，这位来自乌克兰的传统欧洲中锋，拥有出色的上肢力量和相对不俗的进攻篮板能力，还具备一定的中投能力。他身高2米13，体重接近115公斤，臂展更是达到了2米22。虽然拥有足够的吨位，但弹跳能力却相对不足，与海斯那种能跑能跳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莱恩的能力确实存在局限，他移动缓慢，一旦离开篮下就很难及时回防。首秀便遭遇爵士队的凯斯勒和马尔卡宁这对双塔组合，加之马尔卡宁外线手感火热，这无疑将莱恩的短板暴露无遗。主教练雷迪克为莱恩设定的角色是抢进攻篮板，他在这场比赛中确实抢下了2个前场篮板，但这并不足以掩盖他在防守端的种种问题。对于莱恩在湖人队的出场时间和效果，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判断，他很难成为那种能够创造奇迹、左右关键比赛甚至系列赛胜负的球员。我们不能期望莱恩能复制2020年园区季后赛中霍华德的表现，那时的霍华德尚有余力，常规赛场均出场近19分钟，季后赛对阵掘金时，场均出场时间更是达到了20分钟，其中2场首发，场均贡献8.2分、5.2篮板，并对约基奇形成了一定的限制。但当时湖人队拥有浓眉，他在禁区附近的防守覆盖面极大地减轻了霍华德的防守压力。即便如此，霍华德在那5场比赛中场均也犯规4次。莱恩既不是湖人的首选方案，也不是备选方案，而是因威廉姆斯交易失败而采取的无奈之举，可以说是威廉姆斯交易失败所带来的后遗症。佩林卡的思路相当明确，那就是着眼于未来。如果威廉姆斯没有受伤，他的身高、体型和年龄都将使他成为东契奇的理想搭档。
然而，威廉姆斯的伤病打乱了计划，佩林卡也不可能在买断市场找到一位与威廉姆斯相似的球员，就像前几个赛季一样，他们只能找一位勉强可用的球员来应急。至于下赛季能否留队，都是未知数。尽管莱恩的湖人首秀并不理想，但他在这支球队中仍然有一定的作用。雷迪克目前对球员的身体状况给予了高度关注。在与爵士的比赛中，湖人队有4名球员因故缺席，分别是雷迪什、克勒贝尔、文森特和芬尼史密斯。克勒贝尔因伤将长期缺阵，雷迪什仍未能从交易流产的阴影中走出，而文森特和芬尼史密斯的伤势虽不重，但雷迪什仍决定让他们休息，以确保健康。此外，考虑到必要的轮换，湖人队的5场阵容在常规赛后半段将不会频繁使用，其出场时间也会得到控制。因此，湖人队将在更多时间内采用常规阵容，场上至少会安排1名中锋，以便更好地帮助东契奇融入球队，因为他更擅长与中锋配合。海斯的上场时间会受到限制，而莱恩的加盟为雷迪克的排兵布阵提供了更多选择。虽然莱恩可能无法再获得像首秀那样的22分钟出场时间，但他也能顶替5到8分钟，或者在面对内线实力较弱的球队时多打一会儿。为了签下莱恩，湖人队花费了大约74万美金，而他们距离触发奢侈税线还有80多万的空间。虽然他们还可以再签1名底薪球员，但买断市场或自由球员市场上已经没有更好的中锋选项了。因此，湖人队很可能会将双向球员科洛克的合同转正，这对同样是双向合同的乔丹·古德温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对于湖人来说，要想实现内线升级，恐怕只能等到休赛期了。这场失利让湖人球迷直观地看到了球队面临的问题。过去2场比赛中，东契奇的状态显然不在最佳，这既是因为新体系的适应问题，也源于他尚未完全康复的伤病。他需要时间休息，湖人也需要他尽快找回状态。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鲈鱼的分析，请点点订阅，欢迎来评论区与鲈鱼一起涨球。